师尊从凡间带回来了一名女子，说要收成小徒弟。我喜大普奔，告诉我的大师兄，修无情道的光棍师尊终于有喜欢的女人了。我安全啦！我叫云山，穿书来的。因为刚来的瞬间系统挂了，我只收到了我的身份信息和书名。师尊你好坏坏哦，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的剧情，但听这书名就知道是师徒恋。而那时的我是师尊唯一的女弟子，父母双亡，被他从小养到大，天赋绝佳，貌美如花，妥妥的女主标配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特别是我第一次睁开眼，看到师尊那张帅脸，他摸着我的额头，一脸高冷却带着关切。烧退了，能行动吗？哦吼，高冷师尊俏徒儿吗？我羞涩地低下头，师尊，我握着扫把，站在荒凉的后山，开始漫长的为期1个月的尾声。你大师兄下山历练，为师洁癖，好好打扫，就算是补生病这段时间落下的值日。这不在意的话语，难道我拿着的是传说中追妻火葬场的逆袭剧本吗？我时刻谨记了逆袭，入籍后选修了多情道，准备边谈恋爱边修炼，事业爱情两不误，完美。但勾搭到一半，我才发现师尊修的是无情道，飞升是要杀妻正道的，阅文标配，男色不忍啊！我痛彻心扉，连夜向师尊提交申请，要从多情道改修成无情道。那一夜，师尊站在高处看着我，眼神悠悠。你想好了吗？我想好了，来呀，我都是修无情道的，你敢杀妻正道，我就敢杀夫飞升。我失恋了。但俗话说得好，情场失意，职场得意。为了攒够逃跑的路费，我将愤怒化作了笔，重操旧业，以师尊为原型，打造出了一部狗血师徒虐恋小说。师尊真坏，卖了好多钱，一跃升为仙剑中第一女富豪。虽然这宗门就3人，可我依旧忧愁，因为还有一个虐文设定是他逃他追，他们都插翅难飞啊！我怎么也逃不出的命运啊！当初我就应该选个小甜文的。正当我为此愁白了头，师尊他竟然给我收了个小师妹。按照师徒恋的勾股的恋爱法则，师尊喜欢的永远是那个最小的徒儿，无论男女，这绝对是个女主。我自由了。哎，等等，如果师尊新收的女弟子是女主的话，我又算是什么？我想了想自己的配置，身世可怜，天赋绝佳，貌美如花。女主来前时是师尊唯一的女弟子，还曾爱慕过师尊，这妥妥的恶毒女配人设啊！拒绝此境，从我做起。我偷偷去看了师尊带回来的女人，她一袭红裙妖娆，见我来时微微抬眼，歪头问我：妹妹是？哎呦，不愧是女主，不仅貌美，声音还甜。我勾唇一笑。女主，哦不，你就是师尊新收的弟子，我的小师妹吧？我是你二师姐，这是我送你的入门礼物。我拿出了精心准备的捆仙绳，塞进了女主的手里。这很厉害，连师尊都挣脱不了，可以拿来保命。所以当师尊爱上了你，要对你虐恋情深的时候，就努力逃吧，这是我唯一能够帮你的了。我被绑了，还是被我送出去的捆仙绳绑的。师尊真坏的作者。新来的小师妹挑起了我的下巴，我颤抖着唇，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她阴森森的笑，哼，要不是你割了你的书，我会为了来这里答应朱青成为他的徒弟吗？她抽出了鞭子，快给我割丝！哦，黑粉要不起呀！我痛哭流涕，在小师妹的监督下，用了3天3夜，终于完结了我那篇长篇巨作《师尊真坏》。怎么这么快？当年这本书出成绩后，我为了多挣钱，水了不少字，这是拧干水分后的精华。小师妹满意了。这时师尊来了，他踏着祥云飞过来了。小师妹瞬间变脸，收起书本，啪嗒一声倒在了地上，娇滴滴。师尊，都是我的错，您不要怪二师姐太孤，是我没有耐心，等不及她的书，才出此下策。说好的不辞敬，小师妹你怎么偷偷内卷了呢？女主定律是什么？是无论闯多大的祸，都会被轻易的原谅。师尊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拉着小师妹就走。
我看着师尊那急匆匆离去的背影，低头擦了擦无泪的眼角。我这个苦情的女配已经失去了师尊的宠。等等，我的书，小师妹，把书还我！我还要拿着书稿去书局拓印卖钱呢，我不想再抄录一遍了。女配果然跟女主八字不合，为报捆绑夺书之仇，我半夜悄悄潜伏进了小师妹的房间，却看到师尊也在那。给我。师尊，不要嘛，人家还没准备好呢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这话这情景，我摸了一下鼻血。别想跟我耍花招，这不是你说的算。师尊钳制住了小师妹的双手，压在了墙上。小师妹瞪眼一瞪，额间的凤凰闪闪发光。你不过是仗着我此时还在虚弱期。师尊冷笑了一声，向小师妹伸出了手。我瞬间脑补出了10万字全是口的小口吻，正想观望一场活的，却见师尊从他口袋里翻出了我写的大结局。果然写出来了，这一场戏我没有。晴天霹雳！我呆立当场，回想起那3天3夜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每天馒头配咸菜，一睁眼就是写文的悲惨日子，竟是师尊和小师妹2人合谋压榨我的结果。我怒火攻心，瞬间黑化，不虐男女主的恶毒女配不是好女配。我奋笔疾书，以师尊和小师妹为原型，连夜写下新小说《徒儿在上》的开头，放在了师尊和小师妹的书桌前。提着小包裹，带着零食，好了，想催我更新还不让我播，我就让你体会一下什么叫等更遥遥无期的痛苦。我刚跑出中门，就听到了师尊的千里怒吼：小徒儿呢？把他给我抓回来！我仰天叹了一口气，师尊，你忘了，我已经不是你最小的徒儿了。我听说师尊入魔了，这是我在羊窗瞎报里看到的小道消息。而此时我正在吃馄饨。家报报道，那日我与妖族凤凰小师妹为争师尊的宠爱，打了3天3夜，打烂新建中房子法器上万件，高价维修费令宗门面临破产，让师尊直接入魔，顺理成章派出仙门，将宗主之位连同债务传给了大弟子，一身轻松，逃之夭夭，蓝颜祸水啊。从此我和小师妹便开启了追夫火葬场的漫漫路，后面还有一个投票，问我和小师妹谁能抱得美男归，简直一派胡言。我甩出铜板付了馄饨钱，明明就是我在躲避他们2人的追更。我抹了一下嘴，不过师尊入魔不会是因为追更追的吧？很有可能。于是我拿出通讯运件，投了妖族凤凰小师妹一票。不看瞎报，还不知道师尊新收的小师妹竟然是只凤凰，不愧是女主，身份牛逼呀！头顶上的阴影突然放大，师尊的气息就在身后。徒儿哪里逃？我逃，他追，我们都插翅难飞。悬崖边上，我看着入魔的师尊和凤目瞪圆的小师妹。徒儿在上的结局呢？我啪嗒一声跪地，没有，我当时光想着挖坑虐你们，没想填坑啊！我又被绑了，绑我的还是那根我送给小师妹的捆仙绳。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写文是个高危职业啊，但做人要霸气。我伸出了手，做什么？给钱？难不成你还想白嫖我的书？我酷帅屌炸天，冷笑出声，给钱给肉给鱼给好吃的，要不然我就算饿死，自爆了金丹也不会再写一个字，让你们在追更的痛苦中肝肠寸断，永远也不会知道男女主到底有没有在一起。师尊面无表情，你只是筑基，没有金丹。我差点忘了，但底气不能减，我云山就算是饿死外面，从这里跳下去也不会再多写一个。再加3件天价法器，我要第一时间看。真香，还是女主给力。我似乎掌控了控制男女主情绪的密码。徒儿在上这篇文，我写的那叫一个百转千回，虐心虐肺，狗血撒的一堆又一堆，看得他们抓耳挠腮，悲痛欲绝。师尊吐槽，这里面的师尊萧傲就是个没脑子的。小师妹抓狂，这里面的小师妹小图就不能给力一点吗？分歧啊！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为了纸片人发疯发狂，痛不欲生，好爽啊！虐文永远的神。师尊有一手好丹青，
将我写的书中女主小图的肖像画了出来，天天望眼欲穿看着夫人。小师妹没这技能，但富有啊，她可是凤凰妖界的大佬，区区丹青花钱就好。于是她房间里摆满了各种风格的画师画出来的书中男主消耗的人设，日日养着，天天看着，叫着夫君。男女主的感情就这么被我这个恶毒女配给破坏。这样的日子异常的有趣，我开始水呀水情节，等水的不能再水的时候，我完结了。曾经有一份咸鱼躺的工作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没有珍惜。如今一声惊雷，我猛地惊醒，向外望去，便见师尊手握丹青和书籍立在天际，他已是元婴大圆满，即将化神飞升。一声震惊，天劫将至，他深情地望着丹青上的小图。夫人，对不起，我们下辈子见吧。他眼睛一闭，撕毁了丹青和我写的书，杀气正道，天尾呼鸣而下，师尊他直接飞升了。这跟纸片人的恋爱也能这么玩吗？我瞬间看到了一条发财的路。此时我那掉线800年的系统终于上线了。系统恢复中，已读求男主师尊朱清尊者的信息。刺一般的寂静，又掉线了。此世界已崩坏，随便造。好累。女主小师妹悠悠地看着我。我也是元婴大圆满，但修的是多情道，所以多写几本小说，我要多谈几次恋爱。这就是玛丽苏女主有多个追求者的原因所在吗？我有了更好的想法，在小师妹的钱财资助下，用仙剑中的声望做宣传、写书、弄 IP， 发展动漫游戏产业，让修仙者在书里谈恋爱，动漫里谈恋爱，游戏里谈恋爱，做到无论是修多情道还是无情道，都能无伤淋血飞升。我的师尊朱清尊者就是最好的代言人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朱清尊者飞升秘诀免费发放，来看一看瞧一瞧，小说动漫游戏应有尽有，在这里你可以轻轻松松过情节，飞升娱乐两不误，只要998，只要998，便将夫君夫人带回家。忽而在上就此大卖，里面的女主小图拥有了无数追求者，我瞬时写出了无数小说，本本大卖。小师妹的房间内也挂满了她的夫君1号、夫君2号、夫君3号、夫君4号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，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同样的书，同样的人设，都会有千万种不同的想象。每个人都爱着他们心目中独属于自己的纸片人，甚至组建成了各种某某夫人群、某某夫君群。只要磕同一个人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鲁迅没有说过上面那句话，但爱上一个人很难，爱上一个纸片人很容易，因为太容易产生恋情、过情节。这个世界的飞升数量急速暴涨，神界容不下那么多人，已成魔神的师尊被逼挤了下来。他铁青了脸看着我，兴师问罪。我的小图已经跟很多人谈了恋爱。我数着零食笑了，你当初撕毁他丹青的时候可没手下留情啊。师尊吐血了，修无情道者终被无情所伤啊。只是我从未想过，背景板一样的大师兄也原地入魔了。自从接管了这个宗门，我不仅要天天起早贪黑的干活，还得给你们数钱。你知道每天数着别人的钱，给别人赚天价法器的痛苦吗？这是996打工者的悲鸣。我入魔了，不能在宗门里待了。师妹，你好好照顾宗门。不，我抓住了大师兄的手。大师兄，你留下吧。想想这宗门里的人，已经飞升的魔神师尊，堕落成魔的你，宅界女神的我，妖族大佬的海王小师妹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仙门。所以我们直接大笔一挥，把仙剑宗改成魔剑宗，一起入魔吧。我不能失去你这样任劳任怨的劳动力呀。不，所以我给你3层成交。这以财入道的抠门大师兄，我咬牙切齿，仙剑宗就地入魔界，改名魔剑宗，未来最强仙宗销声匿迹。我改写了这个世界，但那又如何？我还是我，不一样的烟火